大家晚上好，有人拿到沙发了，欢迎欢迎。一周一次的老范读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呢每周会把这个评论统一的看一遍读一遍。在开始正常的读评之前呢，先宣布几个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有人在评论区里头说，哎呀，你这个是 AI 稿，你那个是 AI 稿。现在呢，我的稿件肯定是有 AI 参与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我自己讲话的方式呢，本来也是这种不是而是或者什么，就比较习惯，因为做程序员嘛，做了这么多年，所以呢，从下周开始，所有质疑是 AI 稿的评论一律会被删除。然后呢，人员拉黑，原因呢也很简单啊，不是说不允许质疑，这个事儿质疑是没问题的，情况我也了解。原因呢，其实前面也跟大家解释过很多次啊，这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这个没有任何办法。为什么要给予这么重的处罚，要把所有质疑是 AI 稿的人直接删掉呢？因为影响推荐所以以后但凡在评论区里头说你这个是 AI 稿吧，这个评论就删掉了，人员拉黑就是你挡我挣钱那对不起，我就不再听你的任何评论了。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人在我的评论区里头放 Gemini 总结，或者是用 Gemini 总结一堆乱七八糟东西给我，一律删除而且呢是把这个账号就永远让它消失在我的评论区里，就再也看不到了，对吧？这个 AI 能干的活让 AI 去干就好了，对吧？你不用贴出来，你自己说我实在没有时间来看这个视频，我让 AI 看了，没问题我也不说这个我的视频一定要焚香沐浴坐在这看，对吧？这个是没必要的。但是这个你每天看了我的视频就让 AI 总结完了以后呢，再把总结结果发到我的评论区里那么这种呢，我觉得你可能压根就不是个人，就是个 AI 你可能是个 AI agent 自己就干了那么这个没必要污染大家的视线了你就自己开开心心的发就完了，我就直接把你的账号屏蔽掉大概就是这样两个事情，先跟大家讲清楚。这周呢，我们先不动就是从下周开始，所有质疑是 AI 搞的，说你这个就是 AI 或者什么的一律删除拉黑。晚上好这个 AI 稿可以现在不都用 AI 了？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喊 AI 稿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影响推荐算法，为了给我添堵这种人一律删掉。另外一个就是发 AI 评论的，一律删掉拉黑大家记住这个事情，一定是在咱们开始的前5分钟把这个事儿讲完，所以万一有人看到了，他还能够知道怎么能够避免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也会在本周呢发一个帖子YouTube 帖子出来，正式的说明所有质疑 AI 稿的，所有发 AI 评论的，一律拉黑删除。我们只接受对内容本身的讨论和质疑，其他的统统都不行。推荐算法还有这种玩法长姿势了是这样的，就是推荐算法如果发现你是个 AI 稿呢，它会降低你的推荐比重。来了，欢迎Cursor 最近被刺老用户，之前按照500次请求计费的用户，现在无法使用 Opus 4.7 4.8 Fable 5等新模型了，后面新出的模型都不能用了，除非接受按 token 计费的模式或者开 Max 模式，太难受了。这个我早就不用 Cursor， 其实我 Cursor 从来没充过钱就是在前面有一些免费额度的时候还稍微用了一点点，但是现在可能还是 Cloud 和这个 Codex 用的更多一些。Cursor 社区在讨论这个关键是什么？就是你想说的实际上就是Cursor 未经用户同意便更改计费方式，这个不算过分。大家知道最近国内有一个案子吗？就是有人买保险就是我忘了，好像是1年交4万还是1年交4000，
然后呢，保险合同上写的黑字白字啊，就是叫做退休以后一个月发50万，然后呢，第1个月的50万发了，到第2个月呢，人家就说我不给你发了，他就把这个保险公司给告了。他说你黑字白字给我写着呢，对吧？然后保险公司呢，那意思就是，属于笔误啊。虽然这是保险合同，我也签字盖章了，但是呢，笔误我就不给了，啊。那么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啊，在中国呢，你只要是这个协议如果是超出了正常范围，对吧？你比如1年一共交了5万，然后他可能交了10几年吧，然后呢再去，我忘了他1年交了多少钱了，反正他最后交的钱可能有40多万，然后呢最后是要求人家1个月按照合同给他兑付50万啊，这个就不行。在中国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罪名叫不当得利，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这些大厂商也都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去调整啊，最多也就是调整的时候，比如说给点补偿或者什么，大家和解了就完了，也没有什么别的。你真告他，你也告不赢他。AI 稿是趋势，抨击的那是没想清楚的。其实呢，喊 AI 稿的呢也不是没想清楚，只是呢那一期的观点他不喜欢，对吧？他们就属于恶意的说，哎呀，你这是 AI 稿，看看能不能让这个推荐算法把你淘汰出去。他们其实并不是说真的讨厌 AI 稿，他们只是不喜欢那个观点而已。一边加班一边听老范，哎呀，这个好吧，那你加班要别干错活啊。Cursor 我当时还充了1年，现在有了 Codex， 宁肯把 Cursor 浪费在那儿了。是的，有好多东西你充了钱其实用不起来的。你像我那个 GitHub Copilot 我还充过钱的，后来基本上就不用了。现在的这个 Cursor 这种东西呢，核心就一个啊，就是不是自己的模型就别用，因为它这个价格是极其不透明的。Anthropic 也希望你不要用 Cursor， 你来好好的使我的 Cloud Code。OpenAI 也希望说你不要使 Cursor 来使我的 Codex。所以 Cursor 现在被 SpaceX 收购了，现在应该叫 SpaceX AI 了，被他们收购了以后呢，就后边接着等着使这个 Grok 4.5 就完了啊！如果 Grok 4.5 能用，你就好好使。以后这些模型啊，这些这个叫做什么呢？IDE 呢，你就老老实实用自家的，别人家通通都别用，就完事儿了。好，我们来开始读评论。这个小米特调机翻车这一期啊，有人说之前被封的那位博主解封了没有？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并没有把这个博主封掉，而是他那期视频不见了，他所有解释这个视频为什么不见的这些内容也都不见了，就是他的账号呢还是可以继续发新东西了，你只要别再说这些事儿啊，他就可以发出来。那么以前被封掉的视频呢，并没有被放出来啊。通常是这样，就是在中国呢，封东西很容易，放东西是很难的。因为封呢，你封错了不太需要承担责任，放呢，放错了是要承担责任的啊。所以通常很少有人去这个做什么呢？就是这个把它放出来这个事情啊，也导致中国很多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会变得越来越严格啊，这个都是这样的。像原来啊，一拍脑袋把摩托车禁了吧，现在你想解开，哇，那费老鼻子劲了，对吧？你封的时候可以说道貌岸然的，哎呀，这个有人骑摩托车不安全了。你在放开的时候，那这个万一出了事儿，谁担着呀？你出摩托车这种东西，你放开了肯定会出事啊，对吧？那这个谁来承担责任？你封的时候呢，这个如果你不封它啊，这个其实谁也不承担责任。但是一旦封了以后，放的这个人压力就很大。还有人说啊，当兵走正步能提高射击准确度吗？还真能啊，这个就是这种内卷其实是能的啊，因为走正步呢，其实是一种精神训练，一种这种纪律性和服从性训练，而包括一些荣誉感训练，就是你能够把这个正步走好了，对于事后的这个战斗力是有巨大提升的。这个是在一战之前啊，德国人就普鲁士陆军发明的这个事情，后来呢普遍被现代陆军所使用，啊，包括各种海军啊、空军也都在使用，对吧？这个就是为了进行一些心理素质建设，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啊，还有人说抄袭仔就是抄袭仔，这个事儿啊，得跟大家讲一讲。首先，小米是不是抄袭仔？是啊，没有任何问题。那你说小米到底靠什么成功的，对吧？人家还算成功吧，今天还涨了10%呢。虽然我觉得今天这个涨10%不是因为它发新汽车啊，而是因为前面压太狠了，对吧？那么小米真正强的地方是在于它会抄啊，真给你一本作业，你让你去抄，你抄得会吗？能够把人家的作业一模一样抄回来，这件事儿，你说到底有多光荣未必，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的。有些人说，哎，我从头做，他可能会。你让他抄的一个字不差，抄的一模一样，挺难的，对吧？小米就属于是特别会抄的，这个也是个技术啊，不是说多光荣的技术，但是也是技术。我记得以前我们在盛大创学院的时候啊，当时盛大创学院的院长叫陈大年，陈天桥的弟弟，他就给我们讲一个事儿，他说啊，你们就别惦记抄了，说腾讯会抄，那是技术，咱们不会这个技术，咱就创新吧，对吧？他跟我讲的这个，后来我想想也是啊，就是你真的想把它抄会，你首先要先把人家以前到底怎么做的能看明白，能理解透了，然后呢再去一模一样抄回来，抄完了以后还得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迭代优化和修改，这个才是真正抄的一个过程。而且你能够理解说人家为什么这么做啊，我抄完了以后哪儿能够偷工减料，哪个地方需要把严把质量关，你能把这事想明白，这才能抄啊。这个抄不那么容易啊，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老范现在用了哪些 AI， 开了多少钱的会员啊？我打算转到$20的 Cloud 加$20的 Codex 加上 DeepSeek V4 Pro API。我现在呢是$20的 Cloud $20的 Codex 加上490块人民币一年的 Minimax M3啊，这个 Minimax M3就属于是量大管饱，绝对给你使足了啊。这个至于另外两个呢，反正还是要精打细算着用。DeepSeek V4 Pro 的话其实挺贵的。就是你别看它给的定价便宜，但是你真敞开了使，一天好几块钱，或者有时候一天几十块钱，可快了那个。赶上直播了啊，欢迎欢迎啊，点赞，大家都点赞了没啊？雷军连街边吃面的视频都抄，这个啊，你可以嘲笑他，但是呢，你要想一想，这事儿你搁李彦宏他行吗？他不行，对吧？那你说这个不丢人现眼？哎，你想去丢人现眼，你得有这本事啊，对吧？你愿意拉得下这个脸去丢吗？啊，你愿意说我们规划好去做这个事儿吗？雷军他愿意啊，而且把所有的细节都这个排练好几次。你别光看他在这儿吃个面，旁边有一帮人拍照，他还练呢，对吧？他保证吃的时候还能够把他的这个人设和气质都表现出来，这个别人能做到吗？做不到的。Minimax M3 的消耗量远高于 2.7， 是的，这个是真的。因为我有一些任务是会这个，比如说早上起来搜集信息这些任务的话，会一把就把它5小时的额度干到90%，啊，这个确实还是挺狠的。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像 Minimax M2.7 大概是700多 B 的一个模型，啊，然后现在新的这些模型呢，都越来越大了啊，像这个 Kimi 2.7大概是 1.5T 的，然后呢，豆包2.1可能也是1.5还是 1.6T 的，DeepSeek V4 Pro 是 1.5T 的，现在马上好像这7月份要出的 Kimi K3 啊是 2.4T 的，就这么大的模型，你让它去推理的话，那个成本其实要高很多的。这个里头唯一没有任何道理的是质谱 GRM 5.2啊 ，GRM 5.2大概也是600-700兆的600-700 B 的一个模型啊，就是它其实跟那个 Minimax M3 差不多大的一个模型，但是奇贵无比，而且天天在那玩这个饥饿营销，那个还是很烦的。老范，请问有什么图书或者课程可以学习如何使用 AI 呢？没有啊，这个任何想卖你这种东西的都是骗人啊！你想去学习使用 AI， 你就问 AI 就行了，没有比 AI 更好的老师了。前阵子我给美国朋友讲中国之父那位陈先生的故事，
当场小伙伴们都震惊了，表示马斯克都要佩服的。这个怎么说呢？这就是个土皇帝啊，那哥们儿就是个土皇帝，自己在一个游戏公司里，游戏公司最容易养出这种土皇帝来了，因为呢他不求人，他什么事都不求别人，自己关起门来把游戏做好就可以挣钱，而且还挣得很多。我记得我到盛大去上班啊，接受这个叫做什么入职培训的时候，人家讲过，说我们是游戏公司，我们很光荣很骄傲，骄傲在哪儿呢？说我们的每一分营收都是用户心甘情愿交过来的。我们没有为了任何的营收请人吃过饭啊，请人洗过澡，没有干过这事儿。这个游戏公司的老板经常会有这样的，老子就是创世神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这个中国支付这个事儿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吧？它其实也不算一个很大的游戏公司，但是他不求任何人，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厉害。反正 Minimax 量大管饱用不完啊，也不用管它用的快不快了啊，这个还是会用完的，M3还是会用完的，但是这个总的来说要比另外像这个 OpenAI 和 Anthropic 要多。我发现 AI 企业不赚钱，但是出版 AI 图书在中国赚翻了。你知道有什么图书可以学习和应用？这个别费这个劲啊，就是买这种书的都是韭菜。我呢就不鼓励大家去当韭菜了。Copilot 确实我也很久不用了，以前买过2年啊，我也是买过这个，但是 Copilot 给的量特别少，就是你挂上，因为我是$1001年的那种账号嘛，就是你挂上以后随便问2、3个问题就秃噜了，这个实在太不爽了。也是用 AI 学 AI， 用 AI 学 AI 就对了。你说我实在是想学，上我这来交钱啊，这个$5001小时，我教你。而且这种如此迷恋繁殖的人，天哪，我很好奇他小时候都经历过什么。这个不算是迷恋繁殖啊，中国自古以来就这样啊，咱们叫子孙崇拜嘛。无后就是叫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咱们一直在搞这套东西啊，咱们从来都是这样的，而且很多这种觉得自己很伟大、很厉害的人，都是想着说我要把这个子孙后代繁衍下去，都有这种想法的，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想法，对吧？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记得原来还有一本书叫《贪官录》，还叫什么啊？就是也是。这个国内近些年出版的一本书，其中有一位贪官就干这个事儿，就是有人求他办事儿啊，他也不收钱，就是你送个女的过来啊，给我生个孩子，然后呢，这个他找个小楼把这些女的都养起来，把孩子都养起来，这个只要孩子生下来了啊，这个你这事儿我给你办，你这孩子没生下来啊，这个事儿就不行，他就搞了一堆这样的事情，然后大概也是有几十个小孩、几十个女的都在那个楼里养着。最后这个贪官被抓了啊，然后去做亲子鉴定，发现那些孩子大部分都不是他的，都是他司机的，对吧？你想这贪官嘛，岁数也不小了，体力也不是那么好，这个叫什么呢？人家又着急，对吧？说我们就是想有个孩子，赶快把事儿办了。那正好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给当司机啊，那这个每次啊他去翻牌子都得由司机开车送他去啊，而且有的时候这些女的说我需要买点吃的，买点喝的，或者有些什么需求。司机小伙都得去，那么这不就这个监守自盗了吗？是吧？这个古时候用太监还是有道理的啊。游戏公司怎么不求人啊？余波那是入行早，前2年这个版号寒冬死了多少工作室啊？这倒是真的，就是早期入行的人确实有这样的。现在后来这个到手游的时候呢，这帮人就是完全另外一套事儿了啊。就是咱们说端游这帮人确实不怎么求人。手游你别说版号了，你还得求谷歌、求苹果呢，求字节、求腾讯都得求。这个 DeepSeek 敞开用总花费不能算是便宜，对，那玩意儿挺贵的。天朝就不存在不求人啊，原来可以啊，现在不行，这是真的。大家都是想想就算了。即便是富豪阶级，也不一定都能够像他一样有行动力啊，
还是有意思的啊。这就不知道了啊。像他好像还真的是自己在努力生孩子，你像马斯克那个就全都是试管婴儿。小民啊，这个就不知道，司机体力不支了，司机总比领导体力强吧？这个事儿，赚钱的除了书还有 AI 课，对啊，所以就是你们前面如果实在是说我就是想花钱学，上我这儿交钱啊，我交。芯片贩子这个汤姆张啊，他的娃也不少代孕的啊，这就不了解了。端游现在也没那么容易了啊，要不然那么多端游必须用手游端扫码登录呢啊，这个就是在那一个时间点吧。这个像你说的似的，就是那个时期的人确实是游戏公司的老大，他跟神一样。不是赖小民啊，不是，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反正确实有这么个故事。继续啊，这个 AI 落后的苹果涨价是不是要完啊？有些人说了，说这个运河和铁路是竞争替代关系，苹果跟 AI 都不是竞争关系，苹果是一个拥有巨大护城河的平台 ，AI 是工具。你要革苹果的命，除非出一种颠覆性新的什么 AI 手机系统、AI 手机、AI 商店啥的，目前都没有看到这种迹象。这个首先是这样啊，就是运河跟铁路呢，当时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是竞争的啊。运河假如我是这个走水上的，铁路你是走地上的，对吧？运河也不可能四处乱挖，他们也没觉得自己是竞争的啊。至于说，苹果跟 AI 的竞争关系，那是要更明显一些。现在马斯克也出了一个手机啊，虽然他说我们现在可能不会量产，但是呢超薄啊，里头就是纯 AI 操作系统，然后呢纯是跟他问问题聊天，他就给你把所有事情都处理掉，没有 APP，没有应用市场啊。OpenAI 也在准备干这个事儿啊，现在大家都在干这个事儿。当 OpenAI、Anthropic、苹果都把这条路走通了，包括啊，别用苹果什么事儿啊，包括谷歌啊，把这条路走通了以后，那苹果不就是泯然众生了吗？苹果其实还是靠它的 App Store 来去绑架所有人的啊。还有啊，说这个美国的大衰弱，美国这个泡沫肯定比中国地产要大得多，赢家只有卖铲子的台积电、英伟达几个做内容的，这个事儿还真不是。中国房地产做大了，最后产生泡沫，包括美国这种产生泡沫，其实怎么说呢？你只要是把这种运作交给市场，都不会产生这么大的泡沫。但是，一旦有些人说我蒙起眼睛来，我不愿意再去相信市场的任何判断了，我就生往前冲的时候，泡沫就产生了啊。所以现在 AI 呢，肯定也是会产生巨大泡沫的。而中国房地产的话，它不光是泡沫的问题，它是中国整个各个地方政府的这种叫做什么呢？这个卖地经济，然后加上各种欠债、地方债，它是捆在一起的，它是连着政府一起搁进去了。而美国折腾了半天呢，实际上就是一些股市上的事儿，政府呢并没有在里边折腾太多的东西，所以政府随时是可以转身的，不像中国房地产似的，最后没法转身，对吧？一转身就搞得没法整了。我80后，但是比同龄人孩子多，但是我感觉没压力，我不让孩子上辅导班，不择校，就不挑品牌没啥压力，好吧？这个孩子多呢，可能是不是家里有双胞胎还是什么，或者在国外，这个其实无所谓啊。你如果养着比较放养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大压力了。最近就很多人在说，你看啊，韩国行了，对吧？韩国怎么行了呢？人家那个人口出生率上去了，啊，这个还是很强的啊。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现在就是怎么说呢？给他更多的发钱呗，让小孩呢也是在择校啊，在什么这一块压力更低一些，那大家就愿意去生孩子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至于中国人什么时候愿意生孩子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他那个应该不是全都自己下场吧？100多个孩子都是他自己亲自下场，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没有仔细研究过，我反正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具体怎么发生的不了解。
徐波虽然是自然播种啊，但是命中率其实没有那么高，他不少孩子是先播种再做试管啊，好吧，那就是这些人肯定还都是临幸过的了，最后也是试管产生的，肯定上手段了，不然100个肯定早就把牛累死了，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咱们不去研究这件事啊，这个超出了我们的范围。好，继续啊，这个 Cloud 大封号事件，有人说国内信用卡本身也支付不了啊，一般是用 PayPal、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过渡一下。所谓的使用国外银行卡，那都是虚拟卡，虚拟卡被封号的风险更大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肯定有方法可以在境外支付。至于说 PayPal 的呢，其实很容易封啊，因为 PayPal 是记录你的银行卡的。你用中国银行卡挂的 PayPal 去支付也是很容易封的，包括你用中国银行卡挂的 Google Play 上去支付也是很危险的，所谓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去过渡一下呢，我现在看到最靠谱的方式就是在美国的苹果商店上，就是苹果官网啊，在美国官网上直接去买充值卡，那个上面就买完了以后呢，在美国的苹果账号里直接把那充值卡充进去啊，那个是没问题的。它确实是查不到的，因为你过了充值卡这个阶段嘛。至于说虚拟卡的话，也看啊，因为我有一些朋友也在做这个代充值的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些是可以做的比较干净的，但是怎么说呢，量都不能太大，量大了以后都很危险。还有人说了啊，不过很神奇的是，我上次投诉居然他给我解封了，只是把我原来所有的信息都给我清空了。但还好，他会给你一个时间窗口，让你把以前所有的资料全部下到你自己的邮箱里，这个还是可以的啊。这位朋友，恭喜啊，你是押中彩票的那个人啊。这个，因为去申诉的人最后只有很少的百分比能够申诉成功啊，你这个居然申诉成功了，还是很强的。其实我见过一些人说，我自己封了3个账号了，封了5个账号了，或者封了几个了。它呢一共是分几种啊？第一种是封号不退钱，第二种呢是封号退钱。有些人比如说充了钱，用了半个月了，然后封号把钱退回来，特别是那种200美金、100美金的退钱的还是比较多的，20美金呢好多就是封了号就不退了啊。那么这样的情况发生了以后呢，他们其实也无大所谓啊，就是你真的这个被封了也就封了，因为你下次申请出来以后的话，你还是可以再继续用下去的啊，这个不是特别大的问题。还有些就是封号不退，那个是确实比较冤一些。还有人说啊，对于你最后的猜想，我觉得应该不成立啊，就是我说的这个，用量多的容易被封这个事儿，他觉得不成立啊，因为我被封了4次账号，其实每一次充值我都使用的非常少，同时我会用 GPT， 还有 Claude， 还有 Gemini 都付费了。基本上也就是写文章、查资料，我用的真的非常少，我估计可能每个月都用不到20%到30%的流量，但是还是被封啊，所以我觉得你的假设可能不太正确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呢，我在这个视频里讲的最清楚的一点是什么？是封号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巨大的数学模型，它有很多变量来参与运算。我讲的是使用量是一个这个权重很高的变量，而不是唯一变量，对吧？咱们肯定是这样的。然后至于说你连续被封了4个号呢，可能是你的 IP 实在是太脏了啊，就是你 IP 跳得很厉害，而且呢，可能很多是新账号。其实对于封号这种事儿来说啊，在任何的平台上封号，新号、旧号、账号使用时间长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参与的变量。你的账号使用的时间越长啊，你的账号就越安全啊，这个一定是如此的。你比如说吧，咱们不说这个 Cloud， 咱们就说微信啊，我现在拿着微信了，然后呢，我去连续加10个人好友没事儿，但如果我今天注册了一个新的微信账号，我加到第4个人的时候，我这个新账号就封了，对吧？所以它有很多的这种相关的变量和因素会参与到里边去。
还有说感觉这2天 YouTube 上 Claude 的广告见多，不知道和这次封号有没有关系？哎，我还真没在 YouTube 上见过 Claude 的广告，你们谁见过吗？就是你们刷 YouTube 广告的时候看到 Claude 在上做广告了吗？没见过。还有人说使用 Claude Code 加上质朴的 coding plan 不行吗？个人感觉相差不大，这个差的还是挺远的啊。你最好就是 Claude Code 就是 Claude Code， 如果你用质朴的，你就用他们家的 Z Code， 就是一定是自己家的Harney Agent 的这个平台跟自己家的模型是配合的最好的你要在里边去给它替换的话能使，但是绝对是坑有一堆别费这个劲。还有人说一个几乎只注册没使用过的账号也被封了，可能就是他们检测到代理吧这个我也有一个我有一个账号是注册上去以后连充值都没充过，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因为第一个太新，第二个当时的 IP 确实不稳定，就直接给封掉了，对吧？这个从那以后我就全都在台湾或者新加坡的这个 IP 了。我在那之前还经常挂香港 IP， 因为香港 IP 便宜而且还快，对吧？那么有的时候搞得不利索就直接给你封掉了这个还是很危险的。还有人说问的问题太宽泛，就是在蒸馏都 AI 在抓的这个不是。问的问题宽泛不是在蒸馏，他们会说你的问题，他们会检测什么呢？就是你的问题是成系列的、成套的。这个呢是明显这个特征还是很明显的，会被认定为蒸馏。就是你蒸馏一定是干嘛呢？就是你要去便利就跟什么似的，就是经常我们接到这种骚扰电话，骚扰电话是怎么打的？不是说你的信息泄露了，他们就是一个号段一个号段便利。001打完打002、003、004、005，然后每个人坐在那儿分，比如说50个电话分80个电话，一上午给他打完，就干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你要去蒸馏它，你也得便利它尽可能广泛的内容而且要把内容都问全而且要把各种推理的过程推完了以后，要把推理结果都抓走。那么这种特征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很容易被抓住。所以为什么去蒸馏它的都是什么2880万次问答，它就是要便利它。据说 GPT 5.6 快出了 ，Grok 4.5 也快了 ，Codex 又可以开新了这个GPT 5.6 好像是明天出，据说就山姆·曼好像是在X 上发帖了说是周4出。然后呢 ，Grok 4.5 呢？现在不好说，应该是快了我估计7月份也有，7月份应该是一个模型大月。然后这个 Gemini 3.5 Pro 的话，据说是7月17号出但是也不好说。我对于 Kimi K3 也就是这个 2.4T 的模型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 Grok 4.5 大概是一个 1.6T 的模型，还是要小一点。现在的网游真赚钱大部分年轻人都喜欢玩手游。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游戏，但是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年轻人都喜欢玩游戏这个现在游戏面对 AI 面对抖音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吸引力这个年轻人更喜欢的是刷视频刷 AI 这个游戏现在已经越来越难了。而手游这个行业呢，你说有挣钱的吗？有但是真的不多。因为我原来是手游行业的，手游行业挣那点钱全都交给这个广告商了，交给 Facebook， 交给谷歌，交给苹果，交给 X。国内的话就是交给这个腾讯和字节跳动了这个真的挺难的。今晚画风被我带歪了赶快转。最近吃什么好吃的了没有什么好吃的。最近的胃口不是特别好，因为在这个特别热的天气里头，其实不是特别想吃很多东西。不是的就是基本放养我也不管作业做没做完，成绩了学校都一路公办不过我一个孩子学习超级好，感觉读书和智商有关。这个其实也就看他们自己的努力吧。
Scott 的同学，你在哪个地区或者国家？中国嘛？对，他不说他在哪儿。范叔晚上好啊，请问 AI 科研如何？这个因为我自己不做科研啊，我只能说 AI 是很适合做科研的啊，但是具体怎么玩这个事儿，我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A 对什么实体信用卡也封号是吗？但是实体信用卡可以这个 dispute， 不管 A 退不退钱啊，等于就是你就拒绝支付也是可以的。听说如果 AI 真的崩了，对中美的冲击力，基本上是相当的啊，甚至中国会更惨点。原因还是因为有形之手比较重啊，这个咱们现在还是别惦记它崩的事儿了啊。今天好像是三星、SK 海力士又跌停板了，对吧？这个还是有点吓人的。昨天应该是受美伊冲突重启这件事影响啊，这个美光和这个闪迪也崩了啊，崩得很惨，基本放养，好吧。A 有一点好啊，就是封号讨厌根本封号信压根儿不是为啥封你的号啊，只是说你违反了什么这个社区规定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你去填那个表，他们也不回你为啥封，只说 review 之后还封你，把邮件和截图保存下来，扔到这个什么100%包退，就是以信用卡包退吧，这个没问题的。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我不知道像你是定它这个东西怎么定的，像我们原来比如说在游戏公司的时候，你通过信用卡去充值游戏了，那么我们其实也会碰到好多黑卡啊，也碰到这个要求退款的都有。然后苹果处理的方式就是他收到钱过1个月再给你，谷歌大概也是过1个月再给你，就是保证没有人退钱了以后，他再把用户充的钱发给你。感觉游戏行业衰落了嘛？这个不知道啊，因为我现在其实打游戏打的少了。我去年 Cloud 被封过一次啊，给客服发邮件给我解封了，目前还没有被封过啊。这个事儿别惦记啊，这个不能立旗子，立旗子有可能马上被封。啊，在江苏啊，这个亚马逊上卖东西给美国人啊，挺好的。现在就是想开了就行啊，就不要去鸡巴。没被封啊，说明你用的还不够多。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没有说用多用少就一定会被封啊，还是说你的综合的这个分数还没到。说一个 AI 打击游戏的例子啊，自从我给10岁的儿子装了 MiniMax Code 以后，他在里面自己做游戏比打游戏香多了，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MiniMax Code 其实挺好使的。这个周末邀请女儿同学一起来家里，决定要和小朋友们一起做手工冰激凌，材料都买好了。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养龙虾呀。如果中国开放货币自由兑换 ，A 股应该可以迎来投资狂潮。只是中国呢肯定是希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啊。这个，因为你今天涨了，明天万一跌了呢，这个事儿是受不了的啊。直接在 Cloud 网页填信用卡信息定，每家绝大多数实体信用卡都有服务保障协议啊。商户服务不到位的啊，可以去退款啊，这个是没问题的，挺好的。以后打大制作游戏的人，可能就是今天还在玩围棋的人一样，这倒不一定。以后打大制作游戏的人呢，可能就跟现在花钱去买电影票看电影的人是一样的，对吧？你等于还是要这个沉浸感嘛。这个跟大家讲一个这个退钱的故事吧。就是我那时候有一次去美国出差，然后呢，也是刷这个招行信用卡，刷完了以后回来的时候啊，就是可能过了有1周了啊，突然有一个扣款啊，说扣了大概几十美金，也不多。
然后想不起来这钱是怎么花的了，啊，就给招行打电话，我说那个我在美国被人盗刷了，啊，然后呢给我换卡，然后这笔钱我不付了，然后招行就直接把那笔钱给拒绝了。然后卡换完了以后呢，我大概想起来了，就是当时我是去那个 Santa Clara 去参加了一个什么会，应该是 Maker Fair， 然后呢是买的这个门票，就是拿这个信用卡去买门票去了。但是呢，他用了一些比较旧的支付体系，就是不是当场扣款，他是过了1个礼拜才入账入进来，然后那笔钱就被我给退掉了，还换了一张新卡，因为我说我那个卡被人盗刷了嘛，所以就有的时候确实是会有这种事情。我现在主要是用亚马逊用质朴写亚马逊上的英文品名描述，也抓下关键词和阿里千问处理电商图片。这个电商图片呢，我建议你还是好好的用 GPT Image 2吧。至于说英文品名和这个相关的 SEO 或者这些东西呢，可能这个Cloud Code或者是这个叫做 OpenAI 的这个 Codex 会更好一些。我一直想引诱我家小孩用 AI 制作游戏，让他上瘾，目前还没有成功。这个还是要看看他自己喜欢什么。盗刷跟争议两回事啊，盗刷是立刻退款，争议是需要2、3个月，但是只影响信用额度，这个账单日不用还正在争议中的这个支付。其实你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呢，就是我报的是盗刷，但其实应该也算是争议，最后还是赖了人一笔钱，赖了人几十美金的门票钱。由于有龙虾给我干活，我就能沉浸式的带娃做冰激凌去了，好吧，这个也可以。好，我们继续Anthropic 举报阿里蒸馏。有人说别傻了，阿里之前就是蒸馏别家的，问同一个问题，回答跟 Gemini 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这次换了 Claude 而已。我觉得呢，能够留出这样评论的人，你肯定平时用 AI 用的不多啊。一个 AI 回答问题像谁，跟他是不是蒸馏过谁是没关系的，对吧？因为什么？就是 AI 回答问题的时候，第一件事是搜索。如果你搜索的结果接近，那么最后总结归纳的结果也不会差太远。你不能说我问了问题像 Gemini 它就是蒸馏 Gemini 的。你要这样的话，这个 AI 就都别做了所以不要这样去处理这样不要这样去给人判定。然后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这条这个是卡尔加楚写的。如果真实的空气动力学模拟是求一个极其非线性的含强间隔的激波，各项异性的负面层等等挑战的方程组，这个其实基本上不能用这个排名的 Limpac 来计算。核爆模拟涉及的物理尺度和过程也相当恐怖，极端的非线性和多尺度，网络追踪波正面的这个自适应需求，用这个排名的 Limpac 来计算也搞不定。说白了，这个超算的 Limpac 计算排名早就被大国玩成了小陈做题家了这个是感谢这个卡尔加楚给我们提供了信息我又学到了新知识。所以按照他讲的这个呢，就是这个 Limpac 算法这些东西，目前为止呢已经被美国、中国这些有能力生产超算的国家呢，给彻底刷废掉了就是他们这个 Limpac 的分数已经跟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没有一个特别强的相关性了这个感谢。AI 科研还是有用的我高中同学学医的，他们没经费做实验，就分析之前的实验数据，他们处理数据用 R 语言。我当时推荐了
那个同学买 Codex， 当时我还听到了一个医院内幕，集采后收入下降，医院就增加手术的次数，我都震惊了。这个这就没法讲了啊，这个事情就医院里头让你震惊的事儿多去了。范老师1次2次无所谓啊，但是月月盗刷，信用卡公司也不是傻子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做游戏嘛，就是每次去结账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坏账啊，这个就是有的是盗刷的，有的是这个就是信用卡失窃的，或者是黑卡的都有。然后后来我们处理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游戏里头买了一个套餐包啊，然后呢，我们就会再给你送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吧，咱们游戏经常是买，比如9.99美金啊，然后呢给你这个10颗钻石啊，假设是这样，然后呢在10颗钻石之外呢，我再送你一个免费复活，因为你打游戏嘛，可能打着打着就把那免费复活给用掉，然后等到说我要退钱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就去跟苹果掰扯，就是从游戏商这一边的掰扯，说你看我这一个完整的套餐卖给他，他已经消费掉了其中一部分了，所以不能退啊，就是这个事儿也会干，这就是在这个争议消费之间的不同的方啊，就是他们会有不同的说法。听说中国监管部门也要禁止外国用户访问中国 AI 大模型啊，有这样的一个传闻出来。这个我还没有仔细看啊，等明后天我看看吧。这种话题我觉得完全可以做到周5去直播去了。Image 2真的太强了啊，这是真的，理解能力和美观度都爆表。好几次我让 Codex 给我画个什么，用脚本做都奇丑无比。然后我说你 Image 2直接生成啊，出来的图都不用改，真的是要细节修改啊，要精细修改。Image 2也是毫无压力啊，是的，我现在的图，你比如说吧，我身后这张图啊，就是这个大家看到这个背景图是怎么画出来的呢？这是 Midjourney 画的 ，Midjourney V8.1 画出来的。但是啊，现在大家经常看到我的背景是，在这样的一个图上呢，比如说还有别人的 logo 啊，还有什么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我先用Midjourney 8.1，然后呢再让 GPT Image 2上去画 logo 去，啊，那个效果好极了，好极了。就是我现在的封面基本上都是 Midjourney 的这个图，加上这个我的人啊，加上这个边框，加上透明 logo， 然后扔给 GPT 啊，让它 GPT Image 2直接上，效果好的一塌糊涂。NS 方程不存在解析解，大家都是在迭代有限元啊，分数超过一个上限就没有意义了啊，就这个具体的我们就不在这儿讨论了。好，我们继续啊，中国算法养蛊这一条啊，有人说了，说这个如果立法是基于保护消费者、保护人民，就不可能到如此地步，追根溯源还是制度问题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美国立法为什么就保护消费者、保护人民呢？对吧？因为它的立法机构是选出来的，对吧？你最后选之前，你就跟人说啊，我要去选议员了啊，我选完议员以后，这个我帮大家立个法，把这个消费者保护一下，你们来给我投票吧，啊，它是靠这样的一套制度上来的。而中国的立法者呢，就是人大代表呢，他是叫层层选的啊，就是咱们也是选的，只是呢，美国是直选的，而咱们是这种分层选的，啊，就是一层一层往上选，最底下这一层呢。你可能也没有，他也不会来告诉你说我代表什么意愿，我有什么诉求，他也不会给你讲。然后呢，越往上呢，这个消息隔离的越远。所以中国的人大代表里边，大概70%是现任的公务员啊，现任官员啊，那他们肯定就按照怎么能够把这个 GDP 搞上去，怎么能够让自己高升啊，按照这个方式去立法了。那这个也没什么办法啊，那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玩法呗。还有人说啊，秦制又赢了吗？但是现在又不是攻城略地了，秦制的这个价值观完全又不吸引人啊！别人为什么一定要学你？大家把你隔离在贸易区外不就行了吗？啊，这个事儿是这样
所谓秦制这个事儿呢，大家不要老去讲这个事儿啊。其实很多在这讲秦制的人，他们也搞不清秦制是什么。通常情况下讲秦制啊，就是说秦制一贯治理这个事儿呢，讲的是中央集权、地方治理，加上这个什么呢？就是很严苛的这种管理和规章制度啊，讲的是这套东西啊，而且是法家啊。其实到现在你说还是法家吗？还是这东西其实已经不完全是了，只是我们现在呢依然是中央集权啊，依然是严苛的地方治理啊，这块还在做啊。但是呢，你说秦制这个就相当于是你给它起了个名字，至于里头是什么东西呢，就没有仔细的去研究了。至于攻城略地这个事儿呢，不重要啊，这个我们一边啊养股养出来，另外一边呢，我们用极低廉的价格、极高的品质啊，或者说在价格基础上还不错的品质，你逼着人去选，因为对方说我们要走市场经济，要让市场能够有效果，让市场规律有效啊，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内卷产生出来这种低价的大量的这种商品啊，那对于他们来说符合市场规律，他就得买，对吧？如果不买的话，那么他们也背离了市场规律，他们也在走秦制，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他们也很痛苦啊，就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也很痛苦，对吧？我们又想管啊，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完全背离市场经济，对吧？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个事情不是说他们一声令下就可以给你做隔离的啊，一声令下做隔离只有咱们啊，这个他不能为了隔离我们，然后成为他们自己讨厌的样子。还有人说啊，我觉得不会啊，虽然说是对企业收入有益的，也有不少国际企业会这么做，但是这种企业勾结垄断不会在民主透明化的地方持续，因为消费者人民群众反对要求立法反垄断，哪一天不再透明反垄断，负责监管消费者权益的部门不再监管，那世界上每一个制度都只剩下伪君子了啊！这个事儿呢，还要再跟大家讲一下。反垄断这个事儿，其实我一直是很反对的啊。为什么要去反垄断呢？垄断本身并没有问题，你只要是真的从市场竞争和市场自由选择的这种方式来产生的垄断就没什么问题。所谓反垄断，其实也不是说你不能够形成垄断的地位，而是说你不能够去影响其他人利用市场方式跟你竞争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反垄断。而像反垄断这个事儿呢，它不是非黑即白，对吧？你像美国现在也想收拾谷歌呀，也想收拾微软啊，对吧？折腾了这么半天，不也没弄成吗？对吧？它是一个相互拉扯的过程，这个事情是一个灰色的地带啊。但是呢，在美国说我们愿意上来讨论啊，这个其实挺好的啊。这个政府，你说我现在认为谷歌垄断了啊，我也得起诉他，我不能一声令下啪把你拆了，就像中国拆支付宝似的，这事儿是不行的，对吧？他必须要起诉，而且呢，你谷歌应诉了以后，还可以再去起诉政府，然后还打得有来有回，这个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啊！不能上面雷霆雨露揭示君恩啊！我这边支付宝，你今天必须要分拆，你今天必须要有国资，你今天必须要什么，然后下边就啊这个谢主隆恩就完事了啊！这个是很危险的。而中国这样的企业的话，那你说我随时有可能被剥夺，那我肯定要用。我活着这段时间可劲儿捞了，这没什么好说的，对吧？明天这东西是不是我的，我不知道了。还有人说啊，这个有毒的土地才会养出毒虫来，毒虫一旦离开了毒土地，自然就水土不服了。在正规分工协作的社会中，你的内卷毫无意义，加班会被警告，下班时间打同事电话处理公事会被投诉，除非你把整个环境一起搬过来。其实不用啊，现在我只需要把中国的劳动成果搬过来就可以了，对吧？你比如说像字节跳动，像这个华为，他们在其他国家雇佣的员工也是遵守当地劳动法的，他也不会要求你无偿加班的。但是呢，他会把中国员工贡献的这些劳动结果，比如说叫 TikTok 的这个软件啊，比如说这些欧洲人、美国人原来用的这些华为的电信设备，他把这个东西给你了啊，那带有这个加班、带有内卷生产出来的这种低成本的
这个有极强市场竞争力的这些产品美国人还是很喜欢的。还有UP 主想要一种公平的分配利益的合作方式，主动的这个互相给空间，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啊！你自己也会批判的圣母心态就是这种想法，在政府的调控的状态下强化竞争，虽然不完美，但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中国不就是一直这么过来的吗？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我从来不惦记有一种所谓公平的分配合作机制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追求这个玩意儿一定会死得很难看这种东西只能养懒汉但是我追求的是什么呢？叫有制约的这种市场经济，有制约的政府这个是我追求的。一旦失去制约，失去了市场调控，那么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改革开放，西方资本带着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劳动保障来到中国。40年过去了，中国资本出海了，他们都带去了什么这个世界需要的是真正的，需要真正的政治家来阻止人类走向赛博朋克式的未来。赛博朋克式的未来肯定阻止不了不光是中国，美国也在很努力的推进。至于西方人呢，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这个劳动保障呢，他们也拿走了中国的市场、中国的钱他们也拿走了很多东西，也包括中国人的大量的劳动果实以及很多中国人才，他们都得到了这个你不能光想着人家拿来什么，你还想人家拿走什么40年过去了，中国资本出海，我们也给人钱我们也四处收购企业，对吧？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收购了企业以后，我们也遵守当地法律对吧？他们带出去的还有中国用这个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各种物美价廉的商品，对吧？那么这个才是他们最后要去思考要不要的东西。而商人或者叫市场这个一定会要这个东西。所以美国人老说咱们什么呢？叫不完全市场竞争，对吧？其实现在全世界都是不完全市场竞争这个我们只要拿着便宜东西去，他就毫不犹豫去买，这玩意儿才叫完全市场竞争呢。现在这个因为有我们的参与他们也不敢了这个我们把他们已经拉到了跟我们相同的水平线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把背景换成老范手办这太累了。咱们不用那么自恋，像我这个背景的就是每过一段时间会换一个，每过一段时间会换一个，这个也就算是给自己开心一下老范前几个月 Anthropic 背刺 Figma 的事情，你好像没有出视频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手头不少 Figma 的股票Figma 还是赶快出了吧，包括 Canvas 什么这种东西Canva 就是不叫 Canvas 这种东西都出掉这个所有这种想着用别人的模型，然后自己在上搭一层，这些公司都是没机会的。像原来，因为我原来在猎豹移动猎豹移动就是在谷歌和苹果的平台上做 APP 的，也是一个上市公司，对吧？这个以后的话，任何想在这个 Anthropic 和 OpenAI 上去做东西，然后能把自己做起来都不太现实。美国当年出反垄断法的时候，是真把石油大亨给拆完了是当时拆了石油大亨，但是我印象里最深刻的是，贝尔实验室还有什么 AT&T 什么这些东西拆的还是挺猛的。因为这样确实强，但我太怀念今年1月份的 Group Image 了不光 NSFW 可用，而且质量和速度都是靠谱的，最关键的还很便宜反观现在 Group 和这个什么 Group Image 已经被阉割的没法看了。好，我们继续。美塔玩崩了这个美塔玩崩了科技股有人说这个 Michael Burry 就是个搅屎棍，猜中一次就当自己真的封神了他是不是当自己封神了我不关心但是媒体呢肯定给他封神了。媒体写这个 Michael Burry 这个
大风投啊、大空头的这个文章的人到底信不信呢？我也不关心啊。但是他知道他写上大空头，写上 Michael Burry， 他就有流量啊。这个事儿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所以呢，关于封神这件事儿呢，自己封神是最可悲的啊。如果是媒体说我真心相信他是神啊，这个也很可悲啊。更多的其实还是大家都知道他不是神啊，但是呢，把他写成神了以后呢，就有一堆的屌丝自动到旁边下跪，然后我们站在旁边看着这些屌丝在这磕头，觉得好有趣啊，这个可能才是社会的现实。就我的工作场景来说 ，AI 写的都是美丽的小废物，它可以写一个非常健康的健壮的小模块，但是要搭一个复杂系统，哪怕是设计文档给它写的再详细，还是会有很多细节照顾不到，这个导致大系统根本不可靠。最后还是要 review 它的输出啊 ，review 输出这事跑不掉的。至于大系统的话，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用啊，这很多大系统都是用 AI 去写的。但是呢，它不是说一键写好或者一个回车写好啊，千万不要迷信什么一键搞定、一个回车搞定这事儿啊。所有跟你说这个的都是惦记割韭菜的。不是 2C 不做，是算力太有限了，只有编程和医疗两块现在的算力情况下能够跑通，做视频生成什么的太贵太不划算了啊！视频生成现在也在快速往前走啊，你像 Cadence 2.5， 据说最近已经开始邀请内测了啊，我现在还没用上，一次可以出30秒的视频，一次可以上传30个素材上去。对吧？我看他们用 Cadence 2.5 做出来的这个视频，30秒，他就直接写了一个大概上千字的小作文，然后上传了一大堆的图片，啊，说第一个场景是谁跟谁站在一起，然后第二个场景是这个摄像头从一个酒杯从哪个地方绕过去，然后怎么去跟踪，怎么去环绕，然后走到哪儿，然后哪两个人跟哪两个人说什么话，哪些人然后去做了哪些动作。他把这个小作文写上去以后，然后那个 Cadence 2.5 就老老实实的给你生成了30秒的多帧的这种多镜头拼接好的视频啊，那个确实很强。至于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讲卷这个编程和医疗呢？因为编程是一个最适合 AI 的领域啊，因为它的标准很清晰，可以自己去迭代、自己去升级。而医疗呢，其实跟编程是一样的，人就是一个大的编码机器。对吧？我们把这个蛋白质啊、基因啊，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通过代码、通过程序去表达的啊。那么既然这个叫什么呢？程序啊是可以自我迭代、可以快速提升的，那么医疗肯定也是可以的。所以他们现在在这两块拼命的塞算力进去。说市场上真正能够把算力从终端使用者企业创收真金白银的只有 GAO 啊，就是谷歌、Anthropic 和 OpenAI 玉三家啊，这个终端算力缺不缺？只怕只有这3家说了算啊。这个万亿首富跟未来潜在的亿万首富的话，只能是噪音啊。这个事儿呢，我倒觉得不一定。马斯克呢，如果他的 Grok 4.5 能够真的好使啊，我还是希望它好使的。但是呢，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原来它不是上市公司，它无所谓。现在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呢，我估计它的 Grok 4.5 应该还是循规蹈矩的。而且以现在的这个状态来看，对吧？美团都可以用国产的华为的卡去训练出 Longcat 啊，那个好像也是一个1点几 T 的一个模型，效果也还可以啊，对吧？在 Longcat 2.0。这个马斯克有这么多卡的一个情况下，每周去或者每个月去训练一款新模型，本身呢应该并没有那么费劲啊，因为那么多的论文在那儿这么多的开放权重的模型在那儿，它还是可以往前走的至于说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出一个异军突起，我觉得很难啊。真正需要去补的是云端的调度系统以及呢 Harness Agent 这一块，如果马斯克确实补上了。那还是很强的。马斯克这有一个特别逗的，前面刚吹了个牛说我这个 Grok 4.5 可强了，比他们那个 Fable 5都强。然后第二天马上着吧没那么强这个别瞎说八道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马斯克怂了，其实不是啊，你真的跟 Five5那么强的话，那美国政府是不是也该给你加个禁令啊？说你这个也稍微等一等，对吧？等我审核完了再开放使用。马斯克就是没那么强啊，这个你看这事儿，这个请高抬贵手放我过去吧，大概干了这么个活。至于其他的呢，现在肯定还有一些算力公司在做了，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模型，更多的这个算力机房能够跑起来，不光是马斯克的，可能还有很多人会跑质谱啊，跑这个 DeepSeek 呀，这个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啊。如果就剩他们3家的话，这个世界就太没意思了。对了，今天有新闻说 DeepSeek 在做自己的芯片，这是啥鬼新闻？哎呀，做芯片这个事儿没有那么费劲，对吧？这个，而且 DeepSeek 的各种新闻多去了，真的假的都无所谓 ，DeepSeek 自己也不会出来承认和否认，对吧？大家就猜呗。就是去年还记得吗？去年从11月开始，大家就说，哎呀 ，DeepSeek V4到底什么时候出 ？DeepSeek R2到底什么时候出？一直猜到今年的3、4月份这事儿才有，对吧？中间一直在猜 ，DeepSeek 就是我就不理你们，你们去猜吧，对吧？他就这么个性格，那你怎么办呢？说说中国大模型的数据开源主要是哪里吧？哪里呢？是蒸馏国外的模型的数据啊？这个还真不是，就是它肯定会有经过审核的和这个就是合法的数据源啊，这块肯定有啊，甚至有一些我们使用的数据源可能国外还没用过，对吧？国外其实也是使用的大量的开放的数据源，包括未出版图书、已出版图书。网络信息啊，它也使用大量的这种东西，至于其他的呢，这个你说我们到底是不是有蒸馏呢？我相信还是有啊，这个事儿没必要去回避这件事情。而且现在的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数据啊，都是叫做生成数据，什么意思呢？就是啊，你在网上有很多信息，这些信息是不能直接拿来训练大模型的啊，因为噪音很大，乱七八糟东西很多，所以要怎么办呢？先把这些信息拿回来。用它自己的前序模型先去过滤一下，比如说把训练 Llama 4的时候，你要用 Llama 3去把网上抓回来这个信息都整个过一下，然后呢把不规范的删掉，把这个有问题的稍微处理一下，然后再按照一个标准的统一的格式写成这个 JSON-L， 然后让这个训练的这个主机把这些 JSON-L 吃进去，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说到数据中心，澳洲在疯狂的建数据中心，好多 G 瓦级别的。刚看到新闻 ，Anthropic 计划在墨尔本搞一个1.4 G 瓦的，这个那澳洲股市也涨呗。但澳洲有这么多电吗？这事儿我比较好奇啊。澳洲是一个电特别丰沛的地方吗？澳洲主要使用什么电？是水电吗？还是火电？然后啊，是印度塔塔泄密事件。有人说了啊，华强北下个月要提前开 iPhone 18的发布会了，啊，这个国内现在确实在传啊，说我们要去做 iPhone 18了啊，这个谁后出谁抄袭啊，谁先出谁就是正版，这个怎么说呢？大家开心就好啊。就算是你拿它全套的这些东西出来，你最多也就是给它做一些维修。你说我想仿一个一模一样的 iPhone 18出来，能不能仿出来呢？也能仿啊，但是比如说里头的这个操作系统用安卓去做一个高仿的，然后把这个芯片呢去找一些还能凑合使的芯片去替代一下啊。因为我们以前呢这个投资过一个公司，实际上是收购了一个公司啊，在盛大的时候叫做谷果。谷歌的谷，苹果的果，就这俩字儿。然后呢，这公司干嘛的呢？就是专门干这活的，啊，这个拿人家的这个苹果手机拆完了以后呢，拿安卓系统去仿真一台出来啊，这个里头操作系统里头整个界面，操作逻辑做的跟苹果一样啊，然后这个样子外观也完全一样，当然你使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哎，怎么越用越慢啊？啊，里头可能还时不常的蹦一个安卓的这个提示词出来，他们就干这个活啊，这个。我们确实是曾经
收购过这种公司，收购完了以后，后来去做盛大手机了然后后来这些人也就都散掉了。至于华强北会不会出这样的一个手机呢？我觉得我们拭目以待呗，对吧？出来了，可能也确实会有人上当受骗，比如说很多2、3线城市农村的人就会通过拼多多买到这种手机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继续这个苹果大机会不会撤离印度产能，真到如你所说的，发现 iPhone 卖不上去了。不过印度不会走中国模式 ，iPhone 能在中国大卖，主要是当年苹果给人感觉有代差，而且系统稳定流畅，加上耐用，从而有很好的二手市场现今安卓机跟苹果没有代差，且苹果已经成了牙膏厂，以印度的消费能力和头脑，很难说它会死忠苹果。中国有一大堆果粉白痴只因习惯 iPhone， 给部安卓头脑就会宕机我妹妹就是这样，除了用 iPhone， 其他电脑的或者其他手机的不会用只能路径依赖了对，路径依赖这个词我很喜欢，原来经常被人说我路径依赖我并不认为使用果粉就是死忠就是白痴因为我自己就是果粉虽然我也是用安卓的设备，也用这个 Windows 设备，但是呢，我肯定第一序列都是苹果，我有苹果的 iPad， 有苹果的 iPhone， 有苹果的这个叫做 MacBook， 还有 Apple TV还有我们家还有 MacBook Mac Mini 都有。我们家光这个MacBook 已经是3个了还是4个了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苹果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大行其道呢，并不是因为它的这个叫做系统有多好或者是有多流畅，这个其实关系并没有那么大。中国人好面子，对吧？苹果真正给大家提供的是社交价值或者叫情绪价值。印度人也很好面子，所以呢，如果他们的这个叫做消费能力上去了以后，一定会去买的，甚至中国人造出假 iPhone 来，他们都会去买，对吧？印度人好面子不比中国差所以这个跟苹果本身好不好使没什么关系。还有说其实从商业上不都是这样吗？各自竞价投标没有太大毛病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提姆库克的供应链体系。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可以竞价投标，但是呢，你最后还是要看你有没有议价权如果大家都竞价投标了，你不满意怎么办你能不能压住它？苹果因为它采购量巨大，而且呢给钱还给的特别规矩它就有这样的议价权，甚至它这个议价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它可以去订购这些别人还没有的东西我要一个什么东西，你现在没有或者你这个指标达不到，你就给我做去然后这帮人都围着他去做去这个中国整个制造业起飞，中国制造起飞，我觉得第一个要感谢苹果第二个要感谢特斯拉，就是他们把供应链整个搬到中国以后，不是只产苹果手机，而是产果链体系，产特斯拉链体系那么这个有了这个体系以后，才会有中国这个百花齐放的各种手机，才会有中国的新能源的这种这个卷死马斯克才会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中国制造好多东西是这么来的但这个跟普通的竞价真不一样。主要是煤电这几年一直在狂推绿电，政府有个100%绿电的政策口号，其实不缺能源，但是政策混乱，作为老百姓不觉得是啥好事。居民用电居民用电已经很贵了目测还得涨这个算力中心这种东西的用电跟绿电其实是挺矛盾的因为绿电呢通常有一个巨大的特点就是不稳定。你比如说风电有风的时候有，没风的时候没有。水电这个丰水期、枯水期，这个太阳能白天有晚上没有所以所有的绿电都不稳定
你要想真的上绿电，就需要一个东西是什么？电池啊，你需要上这个储能电站，而这个东西呢，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这个看澳大利亚后边怎么玩吧。如果他真的说我想靠绿电把算力中心 1.4G 瓦的算力中心弄上去，要么他就找马斯克去定他们家的叫什么东西，叫 Megapack 好像叫什么东西啊，叫类似这样的一个名字，你去定这个。那么这些东西呢，大概率也是在中国生产，在上海生产。马斯克专门在上海扩产，就是生产这个碗那么如果澳大利亚想建的话，就去买就好了。里边装的电池应该是宁德时代或者是比亚迪的。继续这个 Palantir 老大痛骂 OpenAI 和 Anthropic。有人说了ADHD 估计以后又会成为稀缺资源，能繁衍到那个社会结构还没被淘汰掉的家庭背景，肯定已经很不一般了ADHD 这个东西，这很多人都号称自己 ADHD， 像什么罗永浩什么都号称自己 ADHD。这个怎么说呢？我自己有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我觉得我还是能坐得住，特别是打游戏的时候，这个或者是处理问题的时候还能坐得住。但是呢，我肯定有阅读障碍就是像我读稿经常读的磕磕绊绊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至于 ADHD 到底行不行，确实有很多很强的人是 ADHD 这个事儿是的。但是呢，很多 ADHD 其实也是泯然众生了，或者这一辈子过得很苦这个也是事实存在的一个情况。更多的家庭还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健康的孩子，有一个这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吧这个不要去老盼着有没有 ADHD 这个事儿了。还有人说，我觉得最奇怪的是现在才爆发，这种商业机密直接交给模型公司，真的以为模型公司不收集信息吗？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模型公司呢，他们还真不怎么收集这东西就是他去训练新模型的时候，肯定还是要确保内容的可控，对吧？到目前为止，收集用户数据直接进行模型训练的，我就知道一个就是 Cursor 呢是拿着大量的用户使用数据去训练他们的这个模型。他们的第一代模型前面那个模型叫Campos， 他们就是拿 Kimi K 2.5拿这个为基座去做的后训练和这个强化学习然后马斯克的 Grok 4.5也是直接明目张胆的写着我们使用了 Cursor 的数据去进行的训练，对吧？这么多人前面还有人说我们花钱买了 Cursor 买了2年你现在都是他们的这个小白鼠这个是有的还有呢就是马斯克拿这个 X 的这个信息去训练 Grok， 但我觉得效果其实一般。现在呢，使用的数据都是就是加工数据就都是用这个大模型已经过一遍的数据，其实并不是原始的公司数据。然后另外呢，就是真正的这些模型公司，他们搜集的是更上层的东西，就是更抽象的东西，他们会搜集起来。比如说你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呀？然后呢，这个责任的这种分支是怎么跑的呀？哪块是并行，哪块是串行他会搜集很多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呢，也不是去帮他训练模型，而是帮他去优化内部的调度系统以及呢他的 harness agent去优化这种东西用。还有人说我能想到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买打印机送耗材看了一阵子，后来破解平替耗材统统都上来了。这个平替商家多如牛毛而且他们不需要懂怎么制造整台的打印机，所以竞争门槛不高，原厂打都打不过来。后来原厂也就想明白了，这个又开始压耗材的价格，重新调高打印机的这个权重。毕竟100个山寨墨盒100个山寨墨盒作坊里头，可能连一个会研发打印机的都没有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打印机的耗材呢，其实是挺有技术含量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买打印机送耗材这个东西，这是不可能的。我见过买耗材送打印机的，但是绝对没见过买打印机送耗材的这个逻辑是不通的。
至于能把墨盒做出来的呢，其实你就算喷墨打印机吧，喷墨打印机的这个墨盒基本上就是它很大的这种技术都在里头了啊。喷墨打印机就是里头有芯片，然后有内存，里头有个单片机，然后核心的这个技术实际上是那个喷嘴，对吧？你只要把这个喷嘴能搞定，但是喷嘴呢，有些早期的喷墨打印机就在那墨盒上，后来呢才是这个喷嘴是单独的，然后那个墨盒是接上去的，所以后来就这个要求你必须买他们家的墨啊，然后否则的话堵了或者出什么事了，他就拒绝给你保修啊，就搞这些事儿。其实喷墨打印机你买谁家的墨最后都会堵啊，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很长时间不用，它那个墨喷头就会堵啊，这个事儿是都一样，跟搁谁家的墨都不会有任何区别啊。但是呢，它就是要强制你去买他们家的墨盒。现在呢，喷墨打印机至少在国内吧，都开始出这种叫联供版啊。什么叫联供版呢？就是那个旁边有一个巨大的墨仓啊，就是用墨水直接可以灌进去的，然后靠这个小水管啊，就是4根小水管或者6根小水管接到喷头上去，来回走来走去啊，这个就要便宜很多了。现在这个新的这些App 生的呀什么这些打印机，实际上都是这种联供版的啊。惠普也做这个东西，就是你以后就没有喷头了啊，就是拿一小瓶往里灌墨水就完事了啊，这个效果要好很多啊。还有啊，这个看看这边还在说什么啊？中国的 AI 大模型拒绝告诉人如何制造最简单的枪支被阉割了。我试了多个模型，有的告诉你中国法律，有的说我不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啊。这个那你就只能自己去微调了，这个没办法。对啊，你写的是买打印机送耗材啊。哦，说错了啊，念错了，你写的是送打印机卖耗材啊，是我念反了，我的意思是卖耗材送打印机啊，这个是我自己读的问题，我告诉大家我有阅读障碍了，这个你不用去看了，我又看了一下，是我读错了。我用国产模型都用越狱版的啊，这个没必要，越狱版的效果其实一般，因为我还是喜欢用大的模型啊，就是少于100B 的模型我基本上不用，我至少要到200B 以上的模型才去使用。然后是小红书举报上市被举报这条，有人说啊，小红书是国内社交平台格局最小的一个，防用户防贼一样啊，这个其实格局都不大，没有哪个社交平台格局大的。你比如 Facebook 社交媒体吧，你在 Facebook 上打广告，你说我要推广一款社交媒体，不行啊，他就不给你打了。因为我们早期投资 Musical.ly 的时候，他们就在 Facebook 上买广告。后来我说那你怎么打上去的？他说我们没说自己是社交媒体，我们说我们自己是新闻，说我们自己是娱乐啊，那他就让你打。你说你是社交媒体，他就不让你打了，对吧？这个没有哪个社交媒体是开放的，用户都是他们的这个私人财产啊，绝对不让别人碰的。还有人说是直销对于互联网平台的广告业务部门而言，指的是小红书总部直观的广告销售公司，还可以细分为分地区的 SME 啊，中小客户，比如华南、华东等等，或者是 AK 大客户，区别在于广告代理商，比如说省广集团、蓝色光标，这个华阳联众等等 4A 公司4A 广告公司或者是2级代理等等，好吧。这个直销公司通常在风控上比广告代理商严格啊，而且因为直通总部，所以服务好一点，这个能够体验到一些新的广告位和推荐机制等等，
但是返点和折扣未必有广告代理商给的多，好吧？这个我还真不是那么了解啊，因为我以前在的公司猎豹确实卖广告，但是呢，我跟那个部门打交道不多。再往后的公司都是买广告的啊。这个如果是广告直销平台的话，那这事儿我就懂了啊。像我们在猎豹的时候啊，这个负责进行广告销售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兑现过他们的销售提成，基本上都是在快要这个1年结束的时候就把人开掉了，然后就准备起诉啊。而那个我们开人绝对不会说像他这么温存啊，就是我们开人就起诉，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些大客户直销的这些广告代理啊，就是他去这广告销售呢，他去找这些大客户本身也是有一些猫腻的啊，请客吃饭呀，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东西都有。然后包括这些大客户呢，自己也有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而大客户本身又没有那么忠诚，对吧？他最后就会说跟公司一起做个局，然后把这个不正规的事情举报一下，然后前面他还能打个折啊，最后就把这个销售直接扔进去。这个我们以前也干啊。如果他是直销是代表这个意思的话，但是他反正这个名字跟原来猎豹内部起的名字不一样啊。那么这个我大概能够理解这哥们干嘛的了，然后以及他为什么被干掉。只是呢，就是开他的时候啊，做的不够坚决。还有人说啊，这个没有这个前员工，就都会像支付宝一样遭遇铁拳。这次的员工就是便衣扮演的吧 ？IT 界里现在还想掀起什么资本风浪？这不是给总设计师打脸吗？你觉得他能忍吗？啊，这个我觉得你想多了啊。支付宝呢，确实是有问题啊。支付宝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它的账实在太大了啊。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人跟我讲，就是支付宝上面卷动的资金，大概最高峰的时候达到过中国年 GDP 的30%。这个你确实忍不了啊，是一定要收拾的。至于小红书，它配吗？它那点量，对吧？根本就不配啊，这个没必要。人家总设计师也忙着了，没那功夫看这个。还有呢，就是不要阴谋论啊，阴谋论这种东西呢，很容易出事了啊，就是很难让各种东西都配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巧合，那就是巧合啊，不是阴谋论。这个还有人说明以前很多公司香港上市就是有问题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太理解清楚上市这件事儿啊。没有哪一家上市公司是干干净净上去的。绝对没有啊，除非有一些公司，比如说特别小、特别快啊，什么都没干呢，10几个人就上市了，这个也难说啊。但是正常的发展10几年，有几万员工，然后有这个几亿用户的这种公司啊，不可能干净的。只是呢，有些公司经受了考验以后呢，最后跌跌撞撞啊，这个上去了。有些呢没上去啊，差就差这儿。你不要说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上去了啊，这个一定是可以的。没上去啊，青天大老爷没有这个。所有上去的并不一定谁比谁就强到哪儿，或者就差到哪儿，都差不太多啊。当然有一些可能就差的稍微远一点，但是呢，在最后啊，就是卡在这个边上这些人，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即使上去这些公司啊，每年去审计的时候也可费劲了，因为我在2家上市公司，像盛大网络和这个猎豹移动都待过。那每年审计的时候弄死你啊，这个特别麻烦啊，就是你各种账目都不清晰，然后有各种的问题，对吧？那怎么办呢？调账呗，对吧？不是说这个你最后审计不通过就怎么样了，对吧？你像原来盛大那是个游戏公司，游戏公司账没有干净，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盛大的账什么时候干净呢？就是后来盛大把那个公司卖给国企了，卖给国企以后彻底算是把这东西整干净了，然后留下的那帮人就在那骂呀。骂什么呢？说乔哥你走了，对吧？你拿着钱走了，然后最后留着兄弟们在那儿吃苦，因为国企管得严，就是我告诉你，真的管得最严的就是国企。国企特别是管外人啊，管得极严。还有人说老百姓完全没有讨论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利，一切都是党说了算。这个国家不是人民的国家，这个不能乱讲啊。咱们叫全过程民主啊，这个一定要讲清楚。
至于说人民呢，咱们这儿不叫人民啊，咱们这儿叫无知群众啊，这个还是要分清楚的。无知群众呢，那肯定需要党的指导嘛，那好好指导一下大家这个健康发展，不也挺好的一个事情吗？再往后啊，说办公室政治不是不是这个讲错了，这个是这个豆包千问下线智能体这里的这个评论啊，是这个老百姓完全没有讨论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利，一切是党说了算这个啊。那我们就把这一条的都说完吧，这个就算线上的就处理完了啊。然后还有说办公室政治不是关键，关键是预期合规成本将要高于营业利润啊，这个其实你理解的不对为什么呢？互联网企业就是靠擦边靠荷尔蒙赢的，对吧？所有的互联网的项目除了游戏之外就是荷尔蒙，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后来当然我们又研究出了一个更奇葩的东西叫成瘾性，对吧？成瘾性最容易的其实还是荷尔蒙这个中国的规矩都定完了以后呢，大家也都破这个没有谁说我们不允许谈恋爱了就不去了没有这个，都会去的。而合规成本呢本身并没有那么高，对吧？他们就是刀头舔血这么下来。你像抖音能活到今天，里头有多少东西被整治来整治去你能够适应这个环境，你才能够继续发展，而不是说哎呀规矩来了有人管了我就玩不下去了，这种人早死了，对吧？能在中国活下来的互联网企业都是这个很有斗争能力的还有人说这个台湾大部分的媒体都相信优必选，大篇幅报道陪伴型机器人，因为台湾和日本都是色情王国台湾是吗？没听说，日本我知道认为性伴侣机器人有无比大的这个潜力，日本根本没有伤风败俗这个观念人家也有的这个台湾也跟随着日本的脚步嘴巴讲讲道德，实际上色情行业也很变态，大家都相当正常大家都当作正常而很多大陆新娘嫁到台湾都充分体现到台湾男性的变态跟好色但是很多大陆新娘觉得非常恶心，这是在大陆男生不会这么干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写出这样评论的人您到底是男生是女生，是大陆新娘呢还是这个台湾男生或者是你怎么知道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或者是你仅仅是把自己心中的龌龊映射到别人身上了我记得我忘了是哪个哲学家说的就是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这个你眼中的你也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你觉得别人怎么样你就是怎么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觉得日本伤风败俗，你觉得台湾也伤风败俗，你觉得这个大陆新娘到了台湾就被台湾男生变态好色给欺负了那你可能自己心里就是说为什么不是我呢所有留出这样评论的人，我只能这样去评价你了好，国产模型吧，我问了个02年日韩世界杯中国有哪些球员参加，都拒绝回答。这个我还真没试过，因为我对世界杯这事儿实在是不怎么关心Codex 前脚侃侃而谈编程架构异步编程后脚被我逮到吐出来的代码一大堆阻塞操作问他咋想的他说我不能直接告诉你，但大致是如此这般，活没干好，防蒸馏是防贼一样。Codex 我还真没注意这个事儿，我觉得 Codex 这块做的还好吧，没有这么厉害。前面朋友还指望国产大模型这个谈论枪支 DIY 嘛，现在国内不是枪的东西都不敢用枪字是咱们就枪这事儿咱就别费劲了咱也用不着。卡尔加出来了大家都是在迭代有限元这个好吧，你又开始去讨论这个具体技术问题了你前面给的这个关于这个超算那个我读了而且表示了感谢，对吧？就这个是属于好样的这个评论，我很喜欢。但是你上面先这个阴阳怪气了一通我后边也评论了，阴阳怪气就不需要了，你直接把你知道的可以对我有帮助的信息填出来就可以了，我会很开心的。
好，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了，还有什么其他的评论没有？要没有的话，我们就下周三继续老范读评了。后面的视频还在传了63%了啊，那接着传吧。再见。还有人在发评论啊。我一开始没料到 Codex 会拉胯这么一下啊，我还真没遇到过，我觉得都还可以。